过去的7年，中国中产阶层经历了一个波澜壮阔的轮回。从2017年前疯狂买房，到2024年大量中产纷纷卖房，这段时间里，中产们仿佛过山车般经历了几番沧桑。数据显示，眼下有越来越多的白领打工人选择变卖名下房产，改为租房居住。这一变化并非偶然，而是中产阶层生活状态的一个缩影。数据揭示的中产逼仄人生。以往，中产阶层无疑是房地产市场的主力军。2017年之前，无数中产都在各地疯抢房子，有的人因为买不到房子而崩溃痛哭。然而，短短7年之后的2024年，局面已然大不相同。一份民调显示，在被调查的中产家庭中，已有超过60%选择了卖房租房。这种大规模的反向置换在1、2线城市尤为突出，北京的情况就是一个缩影。据了解，去年开始就有好几个身边的朋友把北京的房子出手了。这一现象并非个例，网上也能找到大量类似的案例。有位 IT 白领小张就在去年底将自己位于海淀区的房子以550万元的价格卖出，随后在附近租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，1年租金才10万元。他说，现在房贷压力大得喘不过气来，而租房住反而轻松很多。再来看看杭州的情况。今年1月，杭州某楼盘开发商降价，业主们的反应可谓情绪崩溃，有人当场倒在地上嚎啕大哭。据悉，整个杭州的房东都在破房，大家都在承担房价下行30%至40%的共同命运。数据同样触目惊心。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，2023年1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环比下降1.8%， 2线城市下降1.1%， 3线城市下降0.8%。与此同时，二手房价格环比下降更加明显，1线城市下降2.4%， 2线城市下降1.7%， 3线城市下降1.2%。这种房价下滑趋势并未停止。有分析人士预测，在未来1年内，1线城市房价或将下跌10%至20%， 2线城市下跌5%至15%， 3线城市下跌3%至10%。对于许多中产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一个噩耗。他们曾经用积蓄和贷款买下的房产，如今可能沦为负资产。这些数据无疑给中产阶层的生活带来了沉重的打击。过去他们曾经倾其所有买房，现在却不得不割舍心爱的房产，这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心理落差和生活压力。有业内人士分析，这种现象背后的关键原因正是中产阶层生活状态的恶化。中产生活陷入4重夹击。究其原因，中产阶层的生活状态正遭受着4重夹击。首先是房贷压力。过去，中产们往往需要背负巨额房贷，每月还款成为沉重的负担。以北京为例，一套80平方米的房子，首付最低也要200多万元，月供在2万元左右。对于许多刚刚步入中产行列的家庭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笔沉重的开支。然而，随着金融环境的恶化，他们的收入反而呈现下滑趋势，使得还款雪上加霜。其次是生活成本攀升。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在2020年跌至历史新低，加之通货膨胀的持续高位，中产阶层的实际购买力正在不断下降。数据显示，2022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.8%，涨幅创近2年新高。与此同时，房租、教育、医疗等刚性支出也在不断攀升，给中产家庭的日常生活带来沉重负担。再次是就业前景堪忧。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，许多行业出现了大规模裁员潮。继2024年初，就有多家知名互联网企业宣布大规模裁员，其中不乏中产阶层的主要聚集地。
对于许多白领来说，失业不仅意味着收入的大幅缩水，还可能失去在城市立足的基础。最后是财富缩水，房价下跌导致中产阶层的资产遭受重创。数据显示，截至2024年3月，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价格同比下降 2.9%， 二线城市下降 1.9%， 三线城市下降 1.5%。对于许多中产来说，房产曾经是其财富的主要来源，如今却成为负资产，这无疑给他们的经济状况带来雪上加霜的打击。可以说，在经济下行、房地产萎缩、就业不稳定的四重夹击下，中产阶层的生活彻底陷入了困境。与过去的舒适与体面相比，眼下的他们无疑正饱受着巨大的压力。反向置换的艰难抉择，在这一重重压力之下，中产阶层不得不做出反向置换的艰难抉择。这意味着他们放弃原有的房产，选择转而租房居住。以前的你有房我有房，到处挂牌卖房，如今变为你卖房我也卖房的局面。从数据上看，这种反向置换正在快速蔓延。有调查显示，在被调查的中产家庭中，已有超过 60% 选择了卖房租房的做法，这在一线城市尤为明显。以北京为例，去年开始就有不少中产朋友将房子卖掉，改为租房居住。这种房子换钱的做法，在很多中产家庭中正越来越普遍。有分析人士指出，对于许多面临经济困境的中产来说，反向置换无疑是一种明智的选择。一方面，他们能够缓解每月的还款压力，腾出更多现金流；另一方面，通过出售房产获得的资金，也为他们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保障。但这种反向置换并非一帆风顺，对于许多中产来说，这无疑是一次艰难的选择。首先是心理落差。过去，房子在他们心中一直是财富的象征，现在不得不割舍，难免会产生强烈的失落感。其次是实际操作的困难。在当前房地产市场低迷的环境下，想要以理想的价格卖出房子，并非易事。有业内人士透露，近期一些楼盘开发商频频降价，但仍难以吸引买家。对于许多中产来说，不得不接受低于预期的价格，这无疑是一种沉重的损失。再者，租房生活也带来了新的挑战。虽然相比还贷压力，租房确实轻松不少，但对于许多习惯了住在自己房子里的中产来说，这无疑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。他们不得不适应从房奴到长租客的角色转换，这对于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个艰难的过程。可以说，在经济环境持续恶化的大背景下，反向置换无疑成为了中产阶层的一种无奈之举。他们不得不放弃自己辛苦积累的房产财富，转而成为长租客，这无疑是对他们过往生活方式的一种巨大冲击。不确定的未来前景。在经历了从疯狂买房到纷纷卖房的巨大转折之后，中产阶层的未来前景也变得扑朔迷离。毕竟，房产曾经是他们财富的主要来源，如今这一基石已经开始动摇。数据显示，中国房地产市场正经历着史无前例的动荡，这意味着中产阶层手中的房产资产正在迅速贬值，给他们的财富积累带来沉重打击。一位中年白领李先生就感慨，自己当初花费大量积蓄买下的房子，如今价值已跌去近30%。以前觉得房子是稳赚不赔的投资，现在竟然变成了负资产，这真的让人心里很难过。他表示，眼下的他已经很难再相信房地产市场了。对此，业内人士分析，未来房价下跌的趋势仍将继续。有分析师预测，在未来1年内，一线城市房价或将下跌10%至20%，二线城市下跌5%至15%，三线城市下跌3%至10%。这对于许多中产来说，无疑是一个噩耗。
他们苦心经营多年的房产资产正在一点一点蒸发。在这种情况下，中产阶层的财富积累也受到了严重打击。过去，他们往往把房产投资作为主要的财富管理手段，如今这一做法已经不再适用。一位财务规划师表示，眼下的中产们应该更加注重现金流管理和稳健资产配置，而不是简单的将钱全部用于房产投资。